大家好，我是杨。我们都知道，适量的运动有利于糖尿病人降低血糖。什么时候做什么运动是有讲究的，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可以降血糖。有的人认为每天进行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活动就可以，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做法。通过运动来降血糖，应该注意以下几点。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。对老年人来说，要选择一些低活动量的运动。中青年可以选择中体力、中等强度的运动。还要注意自己的运动强度。运动强度是通常用心率来衡量，不是运动量越大就越好，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。运动是降低血糖的3大方法之一，想要通过这个方法降低血糖，还要知道它的原理。当人体运动的时候，肌肉收缩需要被消耗比较多的热量，这些热量是通过代谢肌肉中的肌糖原来供给的。当肌糖原被消耗以后，就会用葡萄糖作为原料再次合成糖原，从而帮助降低血糖。这个过程是由胰岛素来执行的。运动还可以通过减少身体的脂肪量来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，增强胰岛素和受体的亲和力，使身体对于血糖的调控更加敏感。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动作，不仅可以控制血糖，还具有改善脂质代谢、降低血压、改善心肺的作用。首先站立，大臂和小臂呈90度，手掌打开，手心向下，一条腿抬起，用膝盖去碰触另一侧的手掌心，返回以后再换另一侧，也就是右膝碰左手，左膝碰右手。动作的频率可以由自己掌握。在糖尿病人中，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，而且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三高。这类人群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，避免运动量过度，也可以选择以舒缓的运动为主，比如瑜伽、慢跑、散步等等。要在饭后1小时以后运动，因为餐后1小时是血糖作用最高值，要避免空腹运动和早起运动，以免出现低血糖的情况。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，刚开始练习要短时间小运动量，然后逐渐的增长运动的时间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现在有高血糖的人群非常多，还有一些已经出现尿糖的情况。有研究表明，有氧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，所以适量的有氧运动对于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。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非常适合自己在家里练习的降糖小动作。很多人对血糖不重视，其实高血糖对于身体的危害还是挺大的。如果长时间不注意的话，一旦发生糖尿病并发症，对身体是有很大损害的。糖友们都知道，合理的饮食搭配适量的运动，对于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。这期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家里就可以去做的运动，而且不跑不跳，不会容易伤膝盖。下面我就来说一下具体做法。首先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两脚间的间距大于肩宽，脚尖向外分开约45度，双手叉腰，保持收腹，打开胸腔，脊柱向上延展，然后膝盖微屈，与脚尖同一方向，一直到大腿内侧有拉伸感，肌肉有收紧的感觉。它可以去帮助刺激到肌肉层，同时去拉伸到我们的脾颈，对于脾胃的运化也有很好的帮助。在这个位置稍微停留，大腿内侧用力收紧，让上半身直立。要注意，当我们直立的时候，膝关节还是保持微屈的状态，腘窝的位置就是膝盖窝的位置是柔软的，不要直立，这样容易把力量挤到膝关节上。然后随着呼气再继续下蹲，肚子向内收，大腿内侧有拉伸，臀部后侧收紧，然后用力向上拎起来。我们可以这样去做8次，向下向上，幅度可以低一点，但是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向下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。要做到臀部后侧有收紧，大腿内侧有拉伸。做完8次以后，在这个位置停留30秒到1分钟，期间你会觉得肌肉的力量非常酸，越来越酸，感觉到特别酸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了，然后原地踏步放松一下。上下运动8次，然后停留1次30秒，为一组完整的练习。组数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决定，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血糖的控制更加容易了，而且整个身体也更加有活力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适当的运动可以降低血糖，不仅可以增加胰岛素敏感性，提升糖代谢效率，而且可以直接消耗利用血糖。但经常会听到有糖友说，为什么别人运动降血糖，我运动了血糖却没有变化，有时候血糖甚至还升高了呢？运动作为糖尿病管理5驾马车之一，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。运动的时间、强度都是很有讲究的。运动时间要在饭后1小时左右，
因为在饭后1小时左右，血糖值会达到高峰。运动消耗热量既有利于降糖，也能够降低低血糖发生的风险。相信大家都听说过，适合降糖的运动是有氧运动，但近来的研究表明，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的相结合，对2型糖尿病的血糖控制效果更好。尤其对于血糖控制不良者，有氧运动对于改善代谢、减轻体重、改善心肺功能有很大的帮助，但对于肌肉的训练并不明显。肌肉有利于储存糖原，更好的利用血糖，对长期的血糖控制很有帮助。而抗阻运动能很好的锻炼肌肉。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的小动作。首先站立，2手后背，一条腿支撑身体，另一条腿向前抬起，尽量伸直，脚尖向上勾，抬到最高的高度，稍有停顿，然后返回。2条腿交替重复这动作。如果在运动后大量出汗，心率过高，非常疲惫，休息后15分钟还没有恢复正常，第2天依旧周身乏力，出现这些情况，说明运动强度、运动量过大了。无论是在运动的当天还是第2天，只要不感觉身体某一部位有肌肉酸痛，就说明运动没有过量。如果运动以后没有出汗，没有发热感，心率没有变化，或者在休息2分钟内恢复，说明运动的强度过低，运动量不足，这样就达不到通过运动消耗血糖的目的。除此之外，也可以选择慢跑、游泳、跳绳、球类运动等，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适当的运动能够降低血糖，这是有糖尿病的人都知道的。是不是运动的时间越长越好呢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像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跳广场舞都属于即时耗糖运动，像这些运动都属于有氧运动，随着运动的结束，对血糖的消耗量也会持续减少，这就需要每天进行2到3次有氧运动，还要持续30到45分钟才能获得最佳的运动效果。想要做到这2点，对一般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，基本上都很难坚持下来。像这种情况就需要通过持久消耗血糖的运动来弥补，这就是抗阻运动。简单来说就是强壮肌肉的运动，因为人体的肌肉是消耗血糖最多的器官，腿部肌群又是全身最大的肌群。今天就教给大家3个锻炼动作。第一个就是抬臂下蹲，2手握拳，手臂抬起，2腿稍微弯曲，臀部向后坐，也不要蹲得太低，感觉大腿前侧的肌肉非常紧绷就可以。下蹲返回共做50次。第2个动作是叉腰抬腿，顾名思义，就2手叉腰，抬高双腿，一条腿抬完再换另一条腿，这仍然是一个锻炼腿部的动作。为什么说一定要锻炼腿部呢？因为肌肉是力量运动器官，也是消耗糖的主要器官。当进行力量抗阻训练的时候，肌肉充分参与运动，消耗的糖更多，就能更好的改善糖代谢，有助于调理血糖平衡。而腿部又是肌肉群最多的部位，可以帮助我们消耗大量糖原。腿部上抬时要尽量抬到最高，这个动作同样是左右侧各做50次。第3个动作是抬手击掌，首先站立，2臂抬起侧平举，然后2手在头顶击掌，再返回侧平举。对于不经常运动的人来说，不要进行高强度的运动，一般略微感到疲惫就应该适当的进行休息。运动的时间最好安排在饭后1小时，这个时候血糖值就开始上升，通过运动就可以适当的平稳血糖，相应的值就会慢慢降下来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